胸廓画的有点太靠上了，就是长度不够。它胸廓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它在这个动态下呢，后边呢有可能往里面收了一点点，就是从侧面看，正常的胸腔是这个样子。那它这个动态下呢，后边变平了，前面呢更扩开了一些，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形的变化，只是稍微的有一点。然后斜方肌如果画的话呢，它应该从这个角肩胛骨里边的这个转角下来，它的肩峰在这儿，这里有一些皮肤和肉产生的褶，这是它的肩三角肌。肩三角肌的话稍微小了一点。这块的结构注意一下。左边的这一侧还好，这一侧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。但这个手臂的朝向没表现出来，这段线应该更圆，因为它这个圆柱我们看到的比较短。右边这个如果画效果的话呢，像这个地方的褶，它也是一个关键，它是这个动态下才会产生这样的褶。那么把这个褶画出来呢，也就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动态，这个是比较关键的、比较有用的地方。包括这个地方的隆起，这个明暗交界也是随着肩三角肌的起伏的。这些暗面的颜色要是画的话，一定要围绕着这些结构来画。还有就是这些结构在产生动态下产生的一些形的变化，包括这个地方也有褶。这两项作业的难度稍微大了一些。第一个的话，它这个动态下胸腔会有一定的形变，左侧被拉扯，这个胸腔此时变得应该就不会有那么的对称，在这个位置有顶起来的一个形状，这里这边呢受到挤压，并没有右边的那么长，脊柱大概是这个趋势，腰椎是这个趋势，腰椎到这里结束，这个位置大概是它的髂后双脊。然后它头部的造型，颈部跟后脑勺是怎么接起来的，这一块需要这个好好猜一猜。然后头部的整个的侧面、后面、顶面是看不到的，前面是看不到的，得把它后面和侧面划分出来。现在是这个位置没有画清楚，然后在它这个后背呢看不太出来其他的结构，所以呢你选择了用这些小灰颜色去塑造了一下。但是可以根据推测大概齐把它的这些结构画一下。虽然说很微弱，但是它这些形状的特征还是有的。比如说肩三角肌的这个特征，这边有一个拐点，这边有一个拐点，中间一段比较偏平滑的一个趋势。这个是手臂。那这一侧的解剖结构可以不用画，但是这里呢可以通过排线把胸腔下边的后面可以交代一下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有肌肉稍微隆起，然后把中线的这种比较直的趋势呢稍微的弯了一些。这边隆起来的是竖脊肌，这两个肩胛骨的位置不是很准确。就这个手臂呢，使劲在往前弯，那它的肩胛骨应该就往外移。
头的造型确定了的话，这个头发就比较好往上安装了。下面的这个不建议这样去涂它的颜色，还是要把它的形画准确。这个颈部稍微的细了一些，头部不坏可以，这个中线也是可以的，胸腔呢也可以。不过在这个位置，在外轮廓能看得出来，这里是鼓起来的，那么就要考虑这鼓起来的地方是不是由胸腔的顶起来的。从图片中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起伏，那么大概推断出这里应该是斜方肌。这边呢看不太出来，斜方肌的这个轮廓和竖脊肌有点融合在一起了。这个肩胛骨的位置稍微低了一点，肩胛冈。可以在这个位置加一点小的暗面，这样肩三角肌它就鼓出来了。这个痕迹要在人体中去找，在图片中看到了，然后再去凭感觉猜，而不是观察的不到位，直接画一个菱形，那就很有可能这个形状不太贴切。因为这两侧动态不太一样嘛，所以这个形状的两边肯定不是一样的。侧面这一段短了，这边的拐点应该再靠下一点。这个肱骨的朝向不太准确，而且它太靠中间了，肩三角肌要附着在肱骨上，